如此火爆的 Codex 对学生有什么实际作用吗？我的答案是没有。我们先看看为什么，然后会分享我所使用的 AI 及其职责。前几天我上手尝试了一下 Codex， 与其他 AI 有所不同的就是它可以帮助我操作电脑，所以我让它帮我整理一下文件，重新排了一下日程，结果是微乎其微的，并且在一瞬间它几乎浪费了免费版所有的 token， 然后充值时间来到了惊人的1个月。接着点开一看普通的 Plus 版，一年就超过了240美元，加上大部分学生是没有经济收益的，那这实在是一笔不太划算的投资。Cloud Code 和 Codex 这些平台主要用户群体都与写程序有关，这个东西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全能，要不然就是一个生产力工具，要不然就是一个大玩具。那在我的使用中，其他需求对话式 AI 也都可以很好的解决。市面上主流的 AI 不算很多，按照我的使用程度排序，用的最多的就是 ChatGPT， 包含了语言学习、翻译以及生成图像，它基本上可以解答所有的问题，但那些都只是一些小问题。它的口碑也不用说了，只是我比较好奇，为什么每次回复它不能像其他 AI 一样给我文段？我已经跟它说了上百遍，还是非常碎的句子给我生成。但其实这样也挺好的，能快速的抓住要点。像我之前读的一本书里有很多专业名词，就可以让它来帮我们大白话讲一下，还是很好理解的。那表现更好的是翻译部分，它能够根据上下文翻译非常自然的语言，完全就是母语级别，那再也不需要 Google 这种人机翻译了。ChatGPT 还有一点非常好用，就是生图。我做 PPT 的大部分图片素材都来源于它，你可以看到它的精细程度，质感非常好。它用出来的问题是在一个对话里更改图片风格，你改的跟没改一样，就已经足够了。每天大约有5张的限额，因为我有3个账户，所以生图限制额度是完全够用的。感谢 AI 潮的前一年给自己创建了很多个 Google 账户。同时前段时间发现他们上线了一个新功能，叫做 Voice Live， 可以像人一样实时对话。那这个功能现在还是无法体验的，但是肯定比现在的 Voice 好不少。截止到 Voice Live 发布之前， Voice 仍然是最好的口语训练工具，它说话的语气语调都非常的真实，你可以在设置里去改变它的口音，之后跟它进行对话，并且可以让它纠正你的语法。如果不敢去张口说外语，那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总的而言，这应该是目前为止最全方位的 AI 了，只不过样样通样样松。接下来是代码文学大神 Cloud， 只用了大概半年时间，但是他对我的帮助远远超过了所有 AI。设想当老师发下来所有曾经讲过的课件以及练习题，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下手复习，但是现在我把这些所有文档全丢给 Cloud， 他会帮我生成一个整合文档，这个文档里面包含所有的知识点和相关题目梳理，所以只要过一遍它，基本上你的考试就能够 pass。 而且我注意到 Cloud 是没有文件上传数量限制的，那上述方法同样适用在短期内突击一门科目当然这不是偷懒的借口。同时除了生成文档这个特点，它对于英文写作还是很有帮助。只要提示词完整，保证不出现幻觉，那些出来的文章甚至到一本书里的角色分析都可以很出色的完成。但它根据书写文章的时候要保证以下3点：一、所有的内容分析完全基于书中内容；二、告诉他你现在的年级，要求风格有人味，以便于他写出适合你水平的高分作文；三、告诉他具体的字数以及文体要求，这样生成出来的文章几乎是不会出错的。甚至可以根据老师对 AI 的态度，让 ChatGPT 帮你把这篇文章翻译成中文，然后再用你自己的知识翻译回英文。但这会导致一个问题，就是思考能力变差。那这个问题我们最后再说。同时如果各位有兴趣，可以访问我的网站。它完全是用 Cloud 搭建GitHub 部署的，大概花费了1周半的时间，从不同的风格调整到整体架构，虽然有很多瑕疵，但是整体效果来说很不错。本来我想周更网站，但是更新过程太麻烦了，所以现在只是一个半成品。Cloud 的 token 重置时间远远低于 ChatGPT， 所以它远远比 Codex 来得快，更稳妥当然只是对于学生来讲，这是你搭建作品集的好帮手。第3位是我心中的理科之神 Gemini。我们给它一套物理题，第一点是速度很快，第2点是答案非常准确，包括其他 AI 都识别不出来的 graph 题目，当然也需要让它根据你题目的出处和你的年级来写，以便于写最适合你的过程。从选择题到解答题全都没有问题，是我所有 AI 里理科题目出错率最低的一个。几乎就全对。那有人就疑惑了 ，Google 有一套生态，它的 Gemini 你为什么不用它来生图，甚至去生成文档？因为很多时候我的文档都有双语的需求，而 Google 这边对中文的理解甚至是显示都有大问题，所以有更好的 Cloud 就不经受它的折磨了。生图的 Nano Banana 可能是我使用的问题，从第一次使用到现在不信邪的再次尝试，图片质量还不如苹果的 Playground。最后是其他的 AI， 比如 DeepSeek 会帮我提取图片上的文字，并且以正确的格式输出。
而且它是免费的，可以一直提取，效果非常好。甚至有的时候可以从 Cloud 搭建完 HTML 框架，让 DeepSeek 帮我填充现有的内容，它的文字理解能力还是非常好。最后我们回到伦理道德上，我对 AI 有一个相对明确的界限，它帮助我快速通过学校里无聊的学业，但是感兴趣的专业甚至应评或是创作的内容都是自己来完成。有人说运用才能积累，积累才能运用， AI 到头来它还是一个工具，它可以帮你整理日程、统计数据，但是它没有办法帮你感受世界。我全程没有提到 AI 视频，不是因为它的制作如何，而是视频现在已经是最接近我们生活的媒介了，所有的表达都是能被看到的。 AI 有再多的知识都是死的，只有你的理解是真的。你对镜头的理解一样，那就像 PPT 用 AI 生图，为什么我 PPT 里的 AI 生图不是去生成整个 PPT， 是因为它更多的是弥补我能力所缺陷的那一部分，在短时间内使我的展示更完整，而不是完美替代我。当然也不会完美，然而呢，用手画的再丑，那它也比我用 AI 生成的美，因为每一个线条的生命力都是 AI 无法达到的。